是我害你伤心难过，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很多事情，闭上眼睛之后，看得更清楚。只要你是爱我的，我就什么都不怕。文文呐，爸爸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你也失恋啦？不回答就是默认，你知道吗？曼君已经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你要懂得退回自己的世界里，这是美德。喝多了。我没喝多，给我。想喝酒是吧？行，叫服务员来一个波雅克红酒，咱俩一人一半。服务员，红酒。多多，跟我回家。你来干什么？你不去找你的未婚妻，不去找 Lisa， 你管我干什么呀？别喝了，跟我回去。还没喝够呢。别拉我。多多，你别闹了，跟我回家。家？我家在哪儿啊？没有家。谁说你没有家了？回去。救命！不要跟别人结婚。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紧人红酒吗？多大事，放开，放开！童氏集团知道吧？啊，童氏集团的公子童卓瑶是我小舅子，亲的。我一句话就把这个酒啊，他就全买下来，让我当老板，我把你们全开掉啊！哎呀，童氏集团知道吧？啊，放开！
喂，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买股票的事找过刘宋之后，童佩慧就不让他插手公司的事了，说准备带他一起回澳洲。他要走了吗？他当然不愿意了。一个人在国内吃喝不愁，自由自在，怎么愿意在自己老婆面前看脸色呢？只可惜，他说了不算。那你想办法让他留下来。想当初，他们家有钱的时候，在童家也跋扈过一阵子。后来家败了，就只能在童氏当了寄生虫。哼，别说管家管公司，恐怕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了。那我就不明白了，童氏那么不待见他，为什么他还要留在童氏呢？不甘心又怎么样呢？童卓瑶反对家族企业，给他钱让他自立门户，可他不争气，很快就破产了。再要钱，童卓瑶就不给了。还是童佩慧求他弟弟，才勉强在公司给他找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副总。刘宋倒是一直愤愤不平地说，是童卓瑶不肯给他机会。我给他机会。民法上就一方给付与对方的对待给付之间是否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是否具有等值性，其判断依据一般采主观等值原则，即当事人主观上愿以此给付换取对待给付，皆为公平合理。怎么睡着了？都这么晚了，快睡吧。不行，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很多没有复习呢。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眼睛。也是啊，眼睛没有好，也没有办法考试。你只要答应我，好好的把你的眼睛照顾好，相信我。嗯，反正今天不行，还有明年嘛，我就不信我跟思考这么没有缘分。乖，躺下来，我都给你填好了。把眼睛先闭上。今天是第2节人身权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古代人身权法律制度，人身权是现代世界各国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同时的评估结果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Great, thank you, Jason. 但我需要和他确定投资的方案，得赶在这次的会议上商议，不然，你知道了。我会立刻联系他，然后我会再找你。喂，Jason 说同事已经通过投资评估了。太好了。好，那我下午去公司找你，我们得尽快给他们一个投资方案，要赶在他们下午的会议提案之前。这样吧，你稍微等我一下，我扒了时间过来找你。好，那一会儿见，拜拜。医生只是说正在恢复，但是具体能不能在考试之前完全恢复，他也不能确定。这就麻烦了。如果他的眼睛一直看不到，无论如何也不能正常参加考试。那就申请特殊考场吧。
我们做两手准备。且不说现在申请考场已经来不及了，即便申请成功，让他参加考试，你觉得他能过吗？但这是他现在生活的唯一寄托。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让他参加考试。好，我想想办法。卓瑶，申请特殊考场的时间已经截止了，人家肯再多给咱们1天时间，已经很给我面子了。今天务必把申请资料交上去。叶小姐，童总电话打通了，他可能还得再晚一会儿。有什么事情比公司的投资更重要吗？他只说尽快赶回来。喂，杰森，我知道时间很紧张，你再给我半小时好吗？好。怎么办呀？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喂，老婆，我现在公司还有一些事情要忙，等忙完了之后马上回家，好不好？乖。回来了。忙完了吗？忙完就赶紧开会吧。我们商量过了，最好还是以注资公司的方式来合作。可这个项目才是我们评估通过的重点。不好意思，这个项目可能比较特殊一点，它必须是同时独资。为什么？我不明白。我现在不方便解释，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我可以保证你们的投资回报。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项目是同事最主要的工程，所以从收益的角度来讲，注资还是投资其实是一样的。可同事目前的状况很不乐观。如果你们有顾虑的话，我可以压缩我们的投资期。我不同意，这样你的压力太大了。就这么决定了。这些我们都有。夫人，您慢点，小心脚底下。哎妈，妈，您怎么来公司了？慧慧不是让你跟她回澳洲吗？您怎么还在公司啊？这您不是说这个等卓瑶订完婚再说吗？这订婚这事儿大呀！你说我这当姐夫的留这公司，行，你不给我添乱，我就已经烧高香了。出去吧。哎，妈，哎，夫人，童总跟叶小姐在跟投资公司开会，可能还得有一会儿。洁白也在。那边公司就是叶小姐介绍的。我就说嘛，只有洁白可以帮他。啊，那夫人您先坐一会儿，我给您沏杯茶。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我自己等他们。好嘞。时间来不及了，你们必须尽快做个决定。这样吧，半年。10个月。周期不能再短了。OK， 我尽力。I'll do my best。
已经很好了，谢谢。你是因为伯父才会坚持这么做吧？是为了我自己，这一切都是我欠他的。滕总，有一份终止合同，您签一下字。夫人来了，办公室等着。让他等我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迟到吗？你把我当什么？你把我的努力当什么？洁白，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有了问题，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来帮你。所以我们之间只可以谈公司的事情吗？如果你把我当兄长，你便是我一生的妹妹。我会用我的一辈子来照顾你。但是我的这颗心，它早就已经给了别人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帮你啊？你也可以选择不帮我。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不会怪你。妈，你找我有事啊？洁白呢？你要找他的话，那我先走了。不对啊，季东说你们不是一起去开会了吗？阿姨，您来了。哎，洁白。洁白啊，阿姨本来一直很担心公司的事，现在知道你在帮她，阿姨就放心了。你们聊，我还有事。哎，季东可没说你晚上有事啊，我都已经订好餐厅了。你是不是太不懂事了啊？洁白陪你忙了一天，你请人家吃个饭总是应该的吧？你没看他辛苦一天都累了吗？我不累，正好我饿了，去吃饭吧。能，听见没有？走吧，来，走了。好，谢谢。哎，你坐那边。洁白，你来吧。来，洁白，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上我们忙的。阿姨，您身体不好，还是别喝酒了吧。卓瑶帮我喝，最应该说谢谢你的人是他。多谢。好吧，你们两个慢慢喝，我去趟洗手间。
我出去一下。你要是现在走了，还不如不来。我等一下，马上回来。我的小漫画，我跟小春已经吃过了，放心吧。没关系，你忙。你怎么把洁白一个人扔在那儿啊？啊？我出来打个电话都不行。走吧。让卓瑶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可以了。那可不行，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我可不放心啊。我坐您的车吧，正好我有事跟你说。行吧，那我先走了。你知道吗？阿姨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工作，就想起当年我和你童叔叔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相互扶持着，就好像什么困难都不怕了。如果你把我当兄长，你便是我一生的妹妹，我会用我的一辈子来照顾你。但是我的这颗心，他早就已经给了别人了。你知道吗？你们两个并排往那儿一坐呀，谁看着都是一对般配的小夫妻。等我回去，跟你爸爸尽快把时间定下来，把你娶进门，就不用送你回家了嘛。啊？阿姨，有件事情，我想跟您解释一下。那天在您家，我是担心您气坏身体，所以我才骗您说我和卓瑶会订婚的。但是现在的情况看，还是取消吧。你说什么，洁白？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爸爸那边我也会解释清楚的，我也不会让同事和卓瑶出问题的。不对啊，洁白，你之前一直都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告诉阿姨，是不是卓瑶又欺负你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阿姨，这件事情我解释不清楚。小张，前面停车。阿姨，我先走了。洁白。卓瑶，对不起，洁白给我介绍投资公司，
我们在一起开会，所以我相信你。只要是你说的，我都相信。很快，等我处理好公司的事情，我们就去见我妈，把我们结婚的事情告诉她。她要告诉所有人，好吗？只要你爱我，就足够。傻瓜，我很爱你啊。好了，不哭了，是我不好，啊？没有。如果我要是你的话，我就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免得老寄人篱下的看别人脸色。何必呢？得先有资本，对吧？就是不知道，你说这股票行不行？朋友，我是收佣金的，你挣的越多，我赚的也就越多，明白吗？那好啊，既然这样，我就少投一点，情况好，我再追呗。没钱是吧？是吗？资金周转不开。这样吧，你当我没说过这话，因为我需要找一个有实力的人合作。行，这事儿我干了。合作愉快。门要碎了。哎，不谈感情，只喝酒行了吧？奉陪到底。静杰和刘宋的事谈的差不多了，又是一个现招。这个阮万军到底又做了什么？怎么让他变成这个样子？阮万军和佟志尧结婚了，不是叶家。静杰从佟志尧家回来，喝了3天3夜，除了问我刘宋的事，一个字都不透。我找人跟着他，后来才查清楚。结婚这么大的事情，还那么安静，佟哲尧肯定不是瞒了他妈妈。倒是静杰这一次把心思都是放在了刘宋身上，我看静杰是势在必得。20年的复仇大计，还不如一
一场爱的寄托。我装病拦不住他，把他从巴黎哄回来。他站在我面前跟我吼：“老林呐，恐怕是真的老了，我也弄不清楚谁对谁错。”您放心吧，我会找其他人操盘，静姐不会有事的。可怜这个世界，它是唯一我的血脉，是一个不愿意认我的一个败损，真的很悲哀。暂时无人接听。这一章的经济法结束了，我的小漫画都记住了吗？都忘记了也没关系，我可以再陪你一起背。谢谢你出现在我冰冷的世界里，谢谢你给我所有的温暖，将我这颗冰冷的心融化。我的小漫画，从此这个心它只属于你。小春，哎，冉小姐，怎么了？什么事？你怎么自己走过？我能看见了，真的啊？太好了！我要去告诉卓瑶。你又看不见了？我要给卓瑶一个惊喜。非常感谢你的接受。啊，是结巴，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认真。可是他今天生病了，不能过来请你见诊。他生病了？嗯？我们在上海约了一起吃饭。可能晚上就好一点了吧，那就不打扰你聚会了，多谢。非常感谢。谢谢。知道，我送你。好了，行。
我想了一下，还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你眼睛才刚好，我做完饭再走吧。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呢，就安心去放假啊，去吧。你确定吗？确定，快去吧，放心。那你一个人要注意安全啊。走啦。投资款有限，只能够暂时缓解。你帮我盯一下什么时候到账。知道了。有事吗？没事儿。哦，对了，那个，你姐让我问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让你去家里吃饭。我最近比较忙，等我忙完了之后吧，到时候我去看她。对，知道你忙，你辛苦。你姐那儿没什么大事儿啊。你忙，我先走了啊。走吧。又忘了什么东西啊？阿姨，怎么？你又看得见了？你不会是只在我儿子面前看不见吧？主要这个时候应该在公司。没关系，我们就在这里等。好，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媳妇儿叶洁白。阿姨，这是我儿子家，也就是你的家。放心坐着啊。我去给你们倒点茶。恐怕茶也是姓童的吧？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倒了？卓瑶应该会晚些回来，你们自便吧。站住！你走错了。门口在这里。既然你眼睛都好了，就没有必要赖在这里不走了吧？况且，这个房子的女主人马上就要搬进来，所以，我劝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免得大家都不痛快。从现在开始，你要习惯当这个家的女主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大不过天，但是在我心里，却什么都大不过你。锁住我们的家，同时也锁住我的心。阿姨，我还是先走了。哎，你别走，该走的人是他。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感情的事情真的不可以勉强。你是我认定的儿媳妇，这里就是你的家。倒是他，法律系的高材生，非法同居，知法犯法，怪不得当不成律师了。对不起，我们不是非法同居，我们已经……怎么？说不出口了？你自己都找不到借口，你还有什么颜面赖在这里不走？还要我帮你开门吗？阮文君，阮文君，阮文君，阿姨，卓瑶知道了，她不会原谅我们的。就你是傻孩子，你就知道委屈你自己。
我没有别的办法呀。所以，你就帮着卓瑶骗我，说什么要和他慢慢发展。你傻呀？你看见没有？人家都住进来了。可是您这么做，只会把我变成他感情的侵略者，他只会离我越来越远的。我还是先走了。卓瑶，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你快点回家吧，阮文君他走了。多多小姐，我跟你很熟吗？我姓李。你好，我是袁正明的未婚妻，你也可以叫我 Lisa。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了。我叫你来呢，我当然知道你叫什么。我来赴约，自然也知道你会对我说什么。你 ，OK。那我们两个人呢，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管你和他之间有什么狗屁婚约，我和袁振明是不会分开的。你说的恰好也是我要说的，不过显然你的筹码没我的重。您的咖啡请慢用。好，谢谢。真的好巧。我去看我弟，没想到碰到你。你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好看。想说什么直接说吧，反正阿姨刚来找过我，有什么话，我不介意再听一遍。我妈找你了，又来这一套。我打给卓瑶。别打，我不想因为阿姨的事情让她为难。没什么事情的话，先走。所以你打算放弃卓瑶了吗？我不想，只是我能为她做的太少了。那是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对于她来说你有多重要。毫不夸张地说，你是他黑暗世界里唯一一束光亮。也许叶小姐才是吧。我以为只有我妈才会那么认为。在我妈的世界里，一切可能成就童家的人，她都会抓住牢牢不放。现在是叶洁白，当年是刘宋，那个她硬塞给我的老公。你也是，所以可以坐下来跟我聊几句吗？我们家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当年我结婚的时候，我妈满心以为，有了刘家支持，我们童家会更加强大。可那个刘宋是扶不起的阿斗，很快把刘家败光了。童家不但没有得到一点好处，还葬送了我的幸福。所以你不希望
只要成为下一个你。其实我不怪阿姨，只是如果她一直这样跟我针锋相对的话，痛苦的只有周瑶。我希望我弟可以幸福，起码能跟他心爱的女人在一起。我后悔当年没有像卓瑶一样坚持，所以不知道终点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未来，只希望不管走到哪一天，你们都不会后悔。喂，多多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了？啊，我不知道啊。我跟林舍吃饭呢，我先不跟你说了。来了。哎，服务员，菜单。你好，先生。这个要2份。没有人知道未来，只希望不管走到哪一天，你们都不会后悔。你是大黑暗世界里唯一一束光亮。我们俩再也不要分手了。我就随岸找个伴，苦笑着等明天，反手谢谢你选择我。发时间，就这样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想要跟我过那样的生活？当然想啊，我可以去给鸽子送外卖。来来来，我先喂喂你啊。爱是给予，也是接受。给你我的所有，也正是因为我贪恋你的所有啊。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美丽哦，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我。If you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will you reach for me or will you stay behind? 文娟， If you give me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life, and I swear I'll never ever make you cry. And I believe there is an angel deep in your soul. So now please 你可以看到我了 close 吗？ your eyes and trust 啊， yourself inside. I can survive all the 你真的可以看到了。我好想你。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卓瑶，我答应不离开你，我答应过的，对不起。你不用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不会离开我。我们曾经说过，我们都不会离开彼此，是不是？知道吗？就算与全世界为敌，我也不会失去你。遇见你真好。It's what I can do, how I love you, my love. 他怎么来了？出去！爸，你够了。你的家我管不着，但这是我家。话说完，我们两个自然会走。童总，出事了，公司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是刘总，他挪用公司公款没还，现在人还找不着了。你这，夫人，妈，怎么了？寒暄结束了，那我们直奔主题吧。要多少？你开个价，我保证，我给的不会比袁正明给的少。你以为我傻呀？有人在，钱才不愁。如果你只是为了人，那你就亏得更多了。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到最后，你不见得就是那个胜利者。但你显然没有看清楚现在的形势。郑明之所以没有隐瞒我的消息，就是因为他知道这场婚礼势在必行，而只有我才是那个可以正大光明陪在他身边的女人。所以，即便你委屈地留在他的身边，那也不过是他茶余饭后的谈资，根本见不得光的。但凡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把它还给我。结婚又怎样？他不爱你。如果你要的是爱，那我们就没什么可争的了。可是多多小姐，你好像要的也不只是爱吧？别喝了，走，跟我回家。这些是我整理出来的跟中视有关联的几家公司，如果能利用他们对同事步步紧逼，抓紧时间的话，那童卓瑶再有本事也无力回天了。刘宋的事没有留下什么把柄吧？您不是让林书记出面了吗？只要结果是我们想要的，不就完了吗？不许和刘宋再有任何的接触，保护好你自己。好。
那您尽快决定吧。我走了。你母亲的忌日到了，跟我一起去看看她吧。您不一直都跟我说2个人一起去的话，目标太明显了。再说你也忙，我们很难凑到一起，还是跟往常一样吧，各去各的。再见，外婆。几点了？你为什么去找丽晨？你有什么权利去找她？我找他怎么了？我教他什么叫做先来后到。李多多，你是不是疯了？我跟你说过，我一定要跟她结婚，结婚你懂吗？袁振明，你混蛋！你混蛋！哎，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啊？滚开！李多多，你先冷静想一下，从咱俩在一起就没想过有结果，这是共识。我袁振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我承认我是有私心，但我也没想瞒你。我跟你在一起很开心。从今以后，我不认识你，你滚！你滚啊！你怎么来了？谁让你进来的？阿姨你好。你出去！我不想看见。阿姨，我是来给您送汤。你少在这跟我装模作样的。你要真有这份心，你就赶紧离开我儿子。这是怎么了？出去！让他给我出去！我求求你了，别再给我添乱了。回家。
你怎么在这儿？勇气呢？你的勇气去哪儿了？你拿出来对付我的那些勇气，把结婚证给他们看了，拿给他们看呢。我知道你想要一个家，你想要你得到的幸福，你的爱，那种见不得光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别说了。喂，老爷住院了，你赶紧来看他。我觉得我还是别出现了，因为外公看到我，他会不高兴的。那好好养病吧。对不起，是我。青田，怎么样？吃药了。我来吧，谢谢。不管想说什么，总先把钥匙来。来，我活着也是等你把我气死，还不如现在就了断。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你现在就去，把那个阮曼君给我赶走，马上和洁白订婚。这不可能。好，好，那你就等着给我办葬礼吧。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妈，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我不可能和洁白结婚。我和曼君，你说曼君害了同事，只有洁白他们家能救同事。但是当初你拆散我姐和严伟的时候，你也说过这样的话。你说只有刘颂可以救同事。我承认那是我看走了眼，可洁白不一样。可是现在刘颂弄出这么大的事情，我还是要尽力去解决问题。你不要把所有的怨气全放在曼君身上，这样对她公平吗？你为了同事让我和洁白结婚，你有没有想过，这对洁白公平吗？那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公司，
我牺牲了所有，你们谁对我公平过？但是最起码你跟我爸是真心相爱的，你怎么舍得让我和一个我不爱的人在一起呢？我知道，这些肯定还不够。我的股份折算了，华运公司，还有澳洲的房子，我已经做了抵押。佟培慧，你这是在干嘛？我只有一件事求你，不要报警。我跟你说过，只要你们两个一天在一起，他就是我姐夫。这个钱我没打算要过来。这么多年，刘颂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那你为什么还要找他呀？我担心你啊。他要是出了什么事，你怎么办啊？那公司怎么办呀？我才是同事的负责人，你只要帮我照顾我妈就行了。来，周阳，如果只有叶家才能帮忙，你会不会？不会。你好，我是同事的，我找一下你们张总，昨天预约过了。不好意思，今天张总不在，我上午跟他打过电话了。他今天没有来公司，不好意思。来，各位，咱们干一杯。各位老板，这边请。希望您再考虑我们一下。请。任小姐，今天我把你约出来，是因为我觉着有些事儿，你其实应该早知道，所以打扰了。我一直想要找机会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把他从巴黎带回来。哎呀，就别提在巴黎的事儿了。其实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夫人身体不好，是我骗了佟总。不过后来，其实他当时已经看出来，你说你眼睛好了是装的，他只是不忍心看你难过。他觉得他留下来你会更担心。所以才答应跟我回来的。我知道他不放心我，所以才叫多多去照顾我的。昨天一整天我跟他各种应酬，但都还没什么结果。其实就在刚才，我还劝他说：“哎，咱能不能接受红叶的投资啊？”但是他说什么都不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希望能够帮到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的。
谢谢你。对不起，结拜。如果我们早知道，我们都不会投资同事。现在的情况更不可能追加资金。杰森，我知道你很为难，这也是为什么主要一定要让我跟你解释清楚。但是如果现在你们不投资了，同事一旦有一个万一，你们也会有损失啊。可公司的投资标准真的没办法。杰森，我拜托你，真的再帮我争取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用个人名下红叶的10%的股份做担保。谁给你的权利？你就按我说的做。结拜，你知不知道，以童家目前的状况，你那10%就等于是在给他填窟窿。如果我给他填了窟窿，他就能跟我在一起，%多少我都给。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任性呢？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又不肯帮我。我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要。你那是机会吗？那明明是逼婚。那是你的机会。失去了这次唯一的机会，等童家翻了身，就拿咱们叶家的一半财产也换不回你那个童卓瑶来。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啊？如果叶家父女这次真不出手相助的话，童氏真的恐怕过不了这一关了。这还不简单吗？叶志宏要是知道童卓瑶已经结婚了，那1毛钱不会给他的。我来帮吧。他办好了。俊杰找到底片，做了假的，说事实存在，假的也是真的。那随他去吧。您真同意他这么做吗？涉及到那个阮曼君，俊杰还是有些冲动，会不会适得其反？这么久了，我瞒过也拦过，哄过也骗过，有什么用啊？可是他想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问过我是不是同意呀？再跟他吵几次啊，他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永远。如果你不说，我会很感谢你。希望你还愿意听我说谢谢。我们江边见吧。回去干嘛？我们已经结婚了，这是我们的家，我们谁都不可以离开。我去找多多，一会儿就回来。
真的是好感动啊！头一次见你那么迫切的来找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不伤害你，为了让你能得到幸福，让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幸福。我一直站在你的背后，从未离开过你，但你也从未转身看过我，哪怕一眼都没有。静姐，那天的事情我向你道歉，那你呢？你的脚，你到底是伤好了，还是从来都没有受过伤？他都告诉你了，是吗？看来主要说的是真的。你知道吗？我因为这件事情，还跟卓瑶去吵架。你有真心把我当过朋友吗？我何止把你当成朋友？没错，我的脚是没伤，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为了什么？我不是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多待一会儿吗？对，我敢承认我错了，对不起，我跟你道歉。他敢吗？他敢承认吗？他有这勇气吗？离开他好吗？我现在就把他撕了，我们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要是不答应你呢？我要是不答应你，你是不是要像小朋友一样去告诉家长啊？啊？我会让他出现在应该出现的人面前。你为什么要逼我呢？你以为我不想告诉所有人我已经结婚了，我有家了，我不再是孤儿了吗？你为什么要在这威胁我呢？你想让我再次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所有人呢？这就是你要的幸福吗？你结个婚，你都不敢告诉全世界你结婚了，这叫幸福吗？他配吗？你现在有2个选择，听我说完了再走。第一个选择，让佟卓瑶滚蛋；第二个，告诉全世界，然后你让我看到你真的很幸福，好吗？我说完了。你现在有2个选择，让佟卓瑶滚蛋；第二个，告诉全世界，
肯定是出事了。洁白都2天没来了，非亲非故的，人家没有这个义务。你的要求也太多了吧？都是你家刘松惹的祸，谁知道他现在把公司弄成什么样子？卓瑶答应过爸，会管好公司的，你该相信他。你要整天的这样操心的话，那干脆别吃药了。哎，这一步走出去，妈估计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但是我相信，如果爸你还在的话，你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对吗？你应该买束白玫瑰。去中视。啊？你没有听错。你不是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投资吗？我们就去中视找。那话你就当我胡说啊？但是我没跟你胡说呀。开车吧。找我合作？人已经来了，在会客厅等着呢。同事即使山穷水尽，他也不会来找我的。摆的什么阵呢？洪总，真是抱歉，老爷今天确实抽不出时间。是我太唐突了，但是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尽快可以见到他。好，我一定转达。多谢。追加投资的事我来想办法，别担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这个房子的女主人马上就要搬进来，所以，我劝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免得大家都不痛快。洁白，哎，你有没有发现皮肤白嫩水灵啊？多亏你给我送的芋泥仿面膜，真的好好用哎。那当然啦，玉美有方。好吧，为了报答你呢，我给你看样东西。合同我做好了，可是戴迪他会答应吗？我自己会想办法的。你可别先斩后奏啊！为什么不行啊？他让你回来的时候也没有问我答不答应啊。哎，打住啊！家规，
要是公司的事情呢，我是绝对不会发表意见的。那让我自己解决吧。我对同事的项目没有兴趣，不过我可以借你钱。那您的条件是什么呢？你出30%的股份做抵押，我给你3个月时间，如果3个月还不出来，30%归我。你还有2天时间，明晚我就要知道答案。您这不就是趁人之危吗？启东，话说到此，老林，我们走。等一下，我需要考虑一下。好，我等你。他怎么说？他答应了。他不答应，也得先有个选择呀。明天早上，帮我准备1束白玫瑰。好让文文知道这个好消息。好，好。你应该买束白玫瑰。白玫瑰。我答应你，现在就离开他。你这是要干嘛呀？你要去哪儿？我在问你话呢。离开你，看不出来吗？就是因为我妈是吗？不是因为他。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你告诉我。追加投资的事我来想办法，别担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什么叫会一直陪在你身边？还用说什么吗？那是因为公司的事情。不用再解释了。
只相信我看到的。你就是不相信我。我们离婚吧。你再说一遍。我们离婚吧。沈文君，你把我们的感情当什么呀？你把我当什么？我把你当我老婆。如果你想离婚的话，可以。只要你想清楚了，我没有问题。我听你的。任少爷，拜拜。哎，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失恋了？我离婚了。我错。还记得你上一次问我有没有给准婆婆准备生日礼物吗？记得。袁振明根本就不是去加拿大陪他妈妈，是去相亲。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我要跟人家挪地儿了。他心一言就不要你了。不要我还好，我至少可以骂他。可是他现在既不愿意离开我，又要娶别的女人。离开他吧。说得倒轻巧。我一开始以为我跟袁振明在一起，不过就是打发时间，有个人陪我罢了。现在他真的要走了，我才发现我的心好痛，我根本就离不开他。可是他不要我了，他家里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就算我们在一起，最后也是离婚的命运。他应该和能帮他的人在一起，这样也好，起码洁白是爱他的。我们真的好傻。
从此再也没有同桌瑶。守门军，你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开门。多多，童卓瑶，亏我还夸下海口，说你是全天下最好的男人，没想到啊，你跟袁振民那个王八蛋是一路货色，都是一些见利忘义的男人，是小人。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要说的话都写在上面了，你走吧。你想离婚是吗？你去法院告我。童，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原来我喝醉了酒是这样的。对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拉过，你想离婚是吗？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没理由，一个人太我们两个怎么会变成这样？就让我抱紧我。痛苦和快乐都能将你打败，
在没有人分担之前，对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着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拉过沟，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美丽哦，一个人他就那么就让我抱紧我。这么早去哪儿呀？你真的要去法院啊？你疯了！给我。我不给啊！昨天你们俩吵架，那说的都是气话，你可不要因为一时冲动，以后追悔莫及啊！我当然知道他说的都是气话，可是如果卓瑶真的像他说的那么绝情的话，倒还好办。与其他那么痛苦，不如我帮他做决定。你好好想想，肯定还有别的方法的。给我吧，多多，我不想再多打一份儿。同事那边一直没有消息。他们就是故意找一个借口来拖住我们，不想让我们跟人林树合作。千树那边，人林树一直对我们不冷不热的。也许童九瑶两面运筹，我们不知道。管他呢，我们重新谈一下跟千树的合作条款，再让给他10%，我不信他不答应。杀敌3000，自损1万，那也不算什么本事了。你去查查看，是不是问题出在林露云这边？真的不用查了，查也查不出什么结果。等查完了，来不及了。什么来不及啊？你追女人来不及了吗？都是因为您一再的犹豫，所以事情才拖到了今天。您犹豫不决，再怪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一直在怪我。你觉得我的装病拆散了你跟阮曼君，可是你真的以为那天你跟阮曼君见面，表白了之后，她就是属于你的？老公，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好吗？你以为的错过，其实是你的幻想，是你用来掩饰你失败的借口。更可悲的是，你把你的做梦当成了现实。静姐，你醒醒吧！原来您一点都不了解我。我走了，白公。再见。是我的话说得太重了吗？同志也找您合作的事，的确是静杰告诉林露云的。那不是他还有谁呀？他当然不希望我跟同事合作了。我解决了同事的危机，就没有人帮他拆散阮曼君跟童卓瑶了。那您真希望和同事合作啊？文文下葬的时候，我答应过他，要从童振海那边
把他夺去的给拿回来。我要静杰去争，也是实心的希望，文文能看到他儿子替他出头，有些安慰吧。我想静杰会理解您的。感情的事情，永远不能强求。是啊，来坐。傻妞，来不及审问你到底怎么了，我要出去2天，照顾好自己，多吃饭。完成任务。你去哪儿了？谁啊？这和你有关系吗？我未婚夫。我已经放下所有事情来陪你出来玩，差不多可以了吧？哟，你未婚妻还挺大方的。你有多少时间？一辈子吗？你以为的错过，其实是你的幻想，是你用来掩饰你失败的借口。更可悲的是，你把你的做梦当成了现实。哥哥，你一个人吗？你好。你好。对，我一个人。你也一个人吗？对，我也是一个人。你爸爸妈妈呢？小宝，小宝。你好。你好，小宝，你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院长不是跟你说让你和佳佳一起玩的吗？佳佳有志愿者阿姨，为什么我都没有？那你就跟佳佳志愿阿姨一块玩好吗？不好。需要帮忙吗？需要。会不会？会。来试一下。哎呀，不错呀！来，我们再。试一下。哎。不错啊！拍起来。你看，是不是起来了？是。你行不行？我们今天啊，孤儿院有个活动，是让这些孩子和志愿者啊有一个1对1的互动。也是让他们像正常孩子一样啊，学会相互关心帮助啊。可不巧的是啊，给小宝安排的那个志愿者今天有事不来了，所以说他看到别人孩子都有人陪伴，自己一直在闹情绪，所以刚才真的是不好意思。对小宝来说，太可怜了，别人都有，他没有。本来都是志愿者嘛，已经帮到这个地步，我们都已经很感谢了，还能苛求什么呢？如果你有事情，你先忙。你看小宝这会儿不在，我送你出去。我要再走了，他估计会恨我一辈子。我再玩会儿。好，去吧。小朋友，好，注意安全啊，抓紧了。可以吃了，多娘娘。谢谢。
我知道了。李多多，你是不是疯了？你为什么拿我手机发照片啊？你我之间不偷不抢，你情我愿，还怕别人看见吗？我什么呀？你横空冒出一个未婚妻，我都没有要死要活的，你在这发什么火？他现在就让我回去跟他解释，这下你满意了吧？哎，袁志明，你别走，你说过这2天陪我的。你不是想要这个吗？够你玩了吧？袁志明。今天 Jason 发了通知来，提醒我们3个月以后一定要按时还款。你喝核桃乳吧，最近太累了，缓解一下脑部疲劳。谢了。实在不行，还是找叶小姐帮下忙吧。从现在开始，公司的事情不要再找他，他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来解决。但是以现在公司的状况，恐怕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做到按时还款。你去联系一下林助理，我见钟了。我是年纪大了，可是对童家的事情，我一向非常清楚，而且巨细无遗。我给你的借款约定是3个月，没错吧？您没有听错，但是我刚才也没有说错。碍于同事目前的状况，我希望您可以把时间宽限成4个月。我不会让您吃亏的。抵押的股份我可以从之前的30%增长到40%。真是年少轻狂啊！万一这40%你真的拿不回去了，你们童家也只剩下35%，童氏也就彻底改名换姓了。如果说同事这一次真的挺不过这一关，需要改名换姓的话，我更希望是你。你到底想要什么？该说的我都已经很坦诚地跟您说过了。现在整个公司上下都在等我的安排。如果您考虑好了，我希望可以尽快答复我。钟老，您保重。难不成童卓瑶真的是在拖延时间？那就跟他合作呗，对吧，外公？合作一下，不就知道他是真的假的？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童氏的事情你暂时先不要管了。因为现在童氏的状况不太好，我个人觉得1个月的时间无关痛痒。如果他想要1个月，那就给他。他不是想拿股份来抵押吗？我估计1个月以后，他所有的股份都会是我们的。钟氏那是借钱给他，再给他多1个月，一旦他完成了资金的周转，什么股份呢？到时候是竹篮打水。
那如果他要完不成资金周转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同事的事情先不要管了。击垮同事不是您一生的愿望吗？我在帮您呢。刘宋的事，要不是老林找人帮你啊，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你不要忘了，冯博文现在已经被抓了。他们都是累赘，有我一个人足够了。你胡来！你还不如现在就跑去告诉佟卓瑶，你是谁。纸里包不住火，包不住。您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让您知道这些？社会险恶，照顾好你儿子。是的。留了爸的头发，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一定会用上的。真的是他。戴庆杰的事，先不要告诉卓瑶。我问了医生，过2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您出院，我就回澳洲，等卓瑶婚期定了我再回来。刘宋借公司的钱，用我的股份还。公司都要保不住了，你那点股份，我知道，是我对不起卓瑶。如果把股份跟卓瑶的幸福放在一起，我宁愿什么都不要。对，这个家里只有我是坏人。我的小麻花都记住了吗？不忘记了也没关系。多多，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哎，别坐地上，起来。别管我，你快去复习。你这怎么了？你比我好，你快去复习，你可以。怎么了，多多？你不答应我再也不喝酒了吗？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好孩子，你没有袁建明了，你还可以自立自强，不像我，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明明很爱他，为什么还要逞强呢？没关系，一个袁振明倒下去，千千万万个袁振明要起来了。我不怕，我不怕。多多，你是最棒的，知道吗？你是最棒的，你比我更惨。假装不爱，只会更心痛吧。都会好起来的，对不对？妈没事儿，明天出院。喂，童总，已经跟中视确定过下午签约的时间，我接你去啊。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自己过去。好了。潮湿站台牵手情侣，这趟列车开往哪里？是不是温柔？阿姨新增民发进医院了。深藏在心底的秘密。齐伟，你要确定你没有骗我？你先跟我走吧。一了百了，消失的你，丢掉了甜蜜，爱着。在哪里不快乐？我一直在原地等着。又是谁浇灭了爱火？按了暂停的不是我。如果在哪里不快乐？我一直在原地等着。又是谁浇灭了爱火？按了暂停的不是我。喂，多多，考得挺好的。
好啊，一起吃饭庆祝一下。嗯，拜拜。还爱着。爸。连你也骗我？对不起，是我让洁白这么做的。你有什么脾气，就冲我来好了。洁白，你先出去一下。这是在干嘛呀？如果我真的想走，你以为这扇门可以拦得住我吗？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掉进他们祖孙设下的陷阱里。你都知道了。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去调查。你居然还留着父亲的头发，就知道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你口里边说着你厌恶听到他母子的消息，但是你还是关心的，是因为他们是父亲的牵挂，还是说在你心里，你对钟阿姨也是愧疚的？是他们欠我的，是钟家欠我的，是父亲欠了钟家的。父亲欠下的债，我们要替他还。我相信今天如果父亲在世的话，他一定会认同我这么做的。我不同意。好了吗？童卓瑶，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你就替我看好童氏。季总，你们童总到底怎么说的？上午我们通电话，他说他自己开车过来。麻烦您跟钟老说一声，让他再等一会儿，麻烦了。我知道他不会来了。童海镇呢，养了个好儿子，可惜他没找到好老婆。文文跟这种人争男人，真不值得。现在你如愿了，等童卓瑶被卖给红叶，再也没人跟你争女人了。早和您说过，童卓瑶不是真的想跟您合作，是您自己不相信。
果不让林露云知道的话，或许真的能签了这份合同。今天的事是我不对，但是情况紧急，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阿姨。我没有想要责怪你。我真的会帮你想办法的，中式不是唯一的办法。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我不相信你看不出钟立涛的野心。你听过愿者上钩吗？抵押的股份是我主动提升到40%的。所以阿姨以死相逼，我一点都不奇怪了。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点失误，同事就是别人的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打过静姐一拳，但是在我出手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因为他是我弟弟。我也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而难过，可是他连家都没有。在这场家族恩怨当中，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是他是最无辜的那个。所以你想弥补他，给他一个家。只有我们在一起合作，大家才能够站在一条船上，平等沟通，走向对方，才会有化解矛盾的机会。你明明可以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不用一个人去承担这些委屈的。其实你都看到了，只要是一提到钟氏和同事，我妈她的情绪根本就不受控，你让我怎么说呢？其实我也很迷茫，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到底我怎么做，才可以周全到所有人呢？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帮你。爸，这不过是一份融资担保合同，您就签一个字吧。你说的容易，到时候钱要还不上呢，不还得找到我头上？不会的，我相信他一定会让同事转危为安的。世事难料，这谁说的准？爸，这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可是对他来说这就是转机。成败就在您一念之间，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帮他一把吧。傻女儿，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他佟卓瑶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可他迟迟的不出手，摆明了是要和你我划清界限。他非常明白，他明白接受了这个帮助将要付出什么，所以才不愿意的。你说你这何苦呢？哎呀，你说你这翻来翻去的，你到底在找什么呀？不就是一套工作服吗？丢了就丢了，算了吧。哎呀，我明天得去面试啊。什么？又要去面试？刚考完试嘛，怎么又要去找工作呢？拿到证件之前，我得争取做个助理啊。
找了好多遍，怎么就找不到呢？你搬来搬去，搬了这么多次，会不会丢了？不会在童卓瑶家里吧？卡房给我什么意思啊？想给我算清楚彻底散了？袁少爷，这张卡能算得清我们俩之间的情吗？您当初给我这张卡的时候，就是让我拿着这点钱去玩的，可没说要结账啊。我知道那天是我不对，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扔在那儿。但是事出有因，要不是你……好了，我们都别在这掰扯了，翻篇好吗？袁振明，最后问你一遍，你确定要跟他结婚吗？你以为这些都是我愿意的？我不怕告诉你，其实他也并不爱我，只是没有任何关系能比婚姻让利益联合更稳定。有没有感情先另说，但在表面上，总得让大家都过得去吧。我算是听明白了，我们之间不需要稳定，随时都可以散伙。只要你愿意，我们之间不需要那张纸。袁振明，你得公平，就连你的普通员工，那都还要一纸劳动合同。我现在当不上袁太太了，我不能还不如你一个普通的员工吧？好啊，那你直说，你要什么条件？签合同，职位 CEO 特级助理，年薪300万。成交。来了。铁本，你怎么来北京了？我知道你来找人力树，所以我来帮忙啊。哎呀，有什么问题进去再说。签署正在商谈的那家美国代理公司，之前和红叶有过合作，正巧呢，负责人跟我很熟，所以我想的是，我帮他们谈代理，让他们注资同事。可是，就算你帮他们谈成了代理，这跟同事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跟同事有关系就好了。洁白，哎呀，你不用多想了，无论如何我都会帮你的。况且你自己也知道，同事不是没有实力，只是现在的状况有点让人担心。只要我们尽快结束这种不稳定就好了，你自己也要有信心啊。童先生，这边请。任总呢3位请稍等一下，任总还在开会，稍后就过来。哦。又开会？欠咱们的会，这次总该还了吧？那是因为上次我没来，这一次他肯定不会拒绝了，是吧，阿梅？报告，任总。好家伙，你的手下都是精兵强将啊！大家都是熟人了，咱们客套话少说，直奔主题吧。这次不急着赶回去了？我是怕浪费任总的时间，况且现在同事的状况你也知道，我耽搁不起。痛快，请坐。目前我们同事主要的经营状况还是我们之前。
现在您清楚了吗？佟卓瑶就是打着跟我们合作的幌子，不想让我们和任林树合作。怎么？阮曼君已经离婚了，还没知道实话？我想去一趟北京，去见一下任林树。佟卓瑶已经在签署了。可是合同如果还没签的话，以同事现在的状况是给不起任何好的条件的。我想当面见一下那个人。你站在佟卓瑶的身边，你能说清楚自己是谁吗？我不怕他知道我是谁。如果您早听我的，开出好一点的条件，他能有现在的机会吗？我是要夺回同事，但不是要给他陪葬啊。是您告诉我，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的。毁了他，我还要他干什么？花儿就算凋零，也会在我自己的盆里。那这一杯呢？我要敬任总对我们同事的信任。算上上海那一回，佟总对我们签署可谓是三顾茅庐了，不能不说没有诚意。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里……你看我喝完了也没人给我倒酒，我只能借花献佛，谢谢任总今天的成全了。啊，您是不知道，今天见面之前，我可是在佟总的面前夸下海口，说今天一定要留下你，好好的谈这个事情。叶小姐，你可是冤枉我了。上次在上海，是佟总一定要爱美人，不要江山。我再三的挽留他，他执意要走。为了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不过呢，今天我一见了叶小姐以后啊，我豁然开朗。换作是我也一定爱美人，不要江山。那看来是我耽误事情了，那我更得自罚一杯了。谢谢任总不计较。哎呦，叶小姐真是好酒量，我敬你一杯。任总这么给面子，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女孩子要少喝一点。任总您放心，只要您注资同事，美国的代理公司，我帮您谈。好，一言为定。来，一言为定。哎，这一杯啊，要我来敬任总。告诉你别喝那么多。我立了这么大功，你怎么感谢我？你现在需要回去休息。我不休息，我要去庆功。你醉成这样怎么庆功啊？我这样怎么就不能庆功了？现在就去。好，我答应你。那咱们总得下了楼，上了车之后再商量吧，好吗？走吧。你现在可以说了，要不是我扮演成那个让你抛弃江山的美人儿，帮你解释清楚这个误会，你打算怎么办啊？你打算怎么办呀？你喝多了，走好了，这样不安全。哎，我又没有喝多。停车。不用停啊。你喝多了，我下去给你买杯热茶。启动，停车。我说了不许停车，就是不许停。我不需要什么热茶，我也不需要解酒，根本就没醉。阿梅，
我想去看长安街。主要哥哥，你在画哪儿呢？我在画长安街。我爸爸说到时候带我去逛长安街。你能带我一起去吗？可以呀。等你长大了，我们就一起去。谢谢主要哥哥。你不是说我们长大就会一起去的吗？那是小时候的事情。可是明明是我先爱上你的，是我爱了你20年。是，你可以为他不惜放弃投资的谈判，可他为你做了什么呢？我为你委曲求全做的这些事情，就该得到你的无视吗？不是这样的，洁白。这不公平。你做的一切都很好，是我不好，我根本就不值得你。你值得。你从6岁开始你就值得，你就是值得。洁白，你喝多了。看看我行吗？你真的看不到我吗？让我发了疯，就快要懂。帮我停车。我说停车。激动，帮我把他送回酒店。我发了疯，就快要掉了你。你出现，我才能呼吸，想见你。时间判我无期徒刑。现就目前签署所有的条件就是这些。程叔，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尽快，以免夜长梦多。工作的事情说完了，不介意我说点私事吧？是你关心的。你说呀。今天我去找老陈，看见阮万军在找工作，非常不顺利，还是之前的事情。我想，就算他考回了资格证，想重新工作也不是很容易。你还是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吧。这样吧，我可不可以以受害人家属的身份帮他证明呢？以公开的形式。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你这样做会把同事带到聚光灯下，这样很不利。确实。这样吧，程叔，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行，我可以答应你让他来证情，但是具体能做到多少，你不许要求我，更不许提条件，一切只能靠他自己，行不行？好了，谢谢你，程叔。你要相信，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行了，你早点休息吧。童总，我已经把叶小姐安顿好了。
眼罩效果还不错哎，黑眼圈都简单不少。来啦！哎，李多多女士，您的快递到了，麻烦您签收一下。好。谢谢啊。喂，合同我已经盖过章了，只要你签字就生效。但是有一条，如果要毁约，必须双方协商才可以，单方面毁约是无效的。好。有钱谁不赚啊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晚上8点到希尔顿见，穿得漂亮点。阮曼君，怎么不记得了？程主任，看来我还老得不是很快啊，还认得出来当然不老。您这是？啊？健康体检，老了，怎么样？有没有时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好啊，我请您。好啊，走。时间过得真快啊！记得那个时候你来律所跟我一起办案子，每天匆匆忙忙的，但是很快乐。原本也是慕名去跟您学习的，好不容易有的机会，当然要好好努力了。还记得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毕业之后能够去正清工作。现在呢，还想回来吗？之前的事情，你一定知道吧？真的是愧对程主任对我的教导。我只问现在。实不相瞒，我们律所现在正在招人，要不要考虑一下？就当给彼此一个机会。欢迎下手管理。程主任，那我明天就去律所报到了。好，我还有事情就不送你了，明天律所见。好，谢谢程主任，走了。慢走啊。嗯。臭小子，你可以来律所约会了。师傅，先停这里吧。实在是抱歉，我迟到了。跟我来吧。各位，这是你的新同事阮曼君。你们好。这是你的位置，你先熟悉一下律所的相关规定，尤其是第1条，无论发生什么状况，不许迟到。知道了，经理，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了。你说陈主任从哪找来这么一个人？第1天上班就迟到。迟到算什么？空降你懂吗？空降兵啊！
不然你见过咱们律所什么时候有没有资格证的律师啊？对不起，我还不是律师，只是助理而已。特别助理嘛，所以也特立独行喽。不过好像也不能要求特别对待吧？这么说的话，我才是特别对待。程主任说，今年我再拿不到证的话，就要开除我了。因为你不是特别助理。都不工作，等着被开除是吧？这是陈主任正在办的案子，你先熟悉一下。不用理他们，不要让陈主任为难。知道了，谢谢。回来了。怎么才回来啊？下班以后看了会儿资料，路途又太远又太堵，我准备搬到律所附近去住了。你也要走了？留我一个人在这屋子里死了都没人知道。你怎么了？这个车要是归你了，以后你开这个车。车不还给袁家明了吗？他送我的就是我的呀，我有使用权。你是不是深瞒我？我跟袁振明和好了。他不是要结婚了吗？他结婚关我什么事啊？哎，多多，哎呀，我看电视剧了。我那合同怎么找不到了？是不是在我车上？程总，您的车还在保养，我尽快回去看看是不是忘在办公室了。行了，没事，我找到了，挂了。喂，你怎么还没到啊？你还真准备一会儿上班的时候来我这里约会啊？我告诉你啊，我的员工可没时间，一会儿还要开集体会呢，你抓紧吧。我现在有事，可能过不去了。这样吧，等你开完了会之后，麻烦你到我的公司来一下。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我就随爱找个伴，苦笑着等明天，翻手机打发时间，就这样年复一年，痛苦和快乐都能将你打败，在没有人分担之前，对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拉过沟，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没理由，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我。洁白，晚上人灵书的欢迎会，我在门口等你，一起进去吧。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去的。我帮他谈成了美国公司的代理，说要不去总是不好的。如果我们俩分开走，还要跟他解释。好吧，我知道了。
佟总，您的车我放楼下了。你的车我可能还要用一段时间，你先开我的。这么开心啊？大宾利呀！明早我有事，例会帮我往后推1个小时。好的，去忙。哎。我们是真心的想跟千树合作，真心想合作。所有合作的条件、合作方式，跟之前谈的一样，大体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只不过，为了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我把你们的提成提高了，提高到了70%。当然，中视所有的违约金我出。这么好的条件啊，我应该没有理由拒绝。谢谢。可是我觉得你还是不了解我。我认林树这个人做生意呢，凭的是自己的眼光和能力。我没兴趣了解你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让我卑躬屈膝的去捡你扔在地上的钱，我想你找错人了。抱歉，10倍。谁让他去找任林树的？金姐的意思是，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打电话叫他回来。就算中视迟早被他败光，也得等我闭眼之后。唉，就知道你不会早1分钟出现，赶紧进去吧，任林书都到了。走吧。好看吧？任总，欢迎来上海。请吧。这样，你们先去，我打个电话。好。等一下，你拍了照片想要给谁看？你说呢？那看你了，看你想怎么解释。比如说，你是想跟阮文军解释一下这姓叶的是谁，或者是跟姓叶的解释一下阮文军是谁，或者我去帮你解释，你选。决定权在你手上。如果你希望大家过得都不得安宁的话，我不介意去找钟老聊聊。你究竟姓什么？你知道吗？如果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早就把你我的关系公之于众了，看看到底谁是那个见光死的。所以，佟总，你觉得我应该姓什么？我觉得你应该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好吧，那就都不重要了，因为我觉得无所谓。
出来干嘛？出来看看你怎么样啊？洁白，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为了你，一切都值得。但是你值得更好。这么进去吧。卓瑶，童总，您家里的床应该比这里舒服吧？不用一大早在这里补觉。还有，占车位这件事情真的不太适合你。你刚叫我什么？童总，你给我听清楚了，我不是什么童总，我是你老公。离婚协议我已经签过了，不要再来找我。葛曼君，你想离婚是吧？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静姐，我们结婚了。我在律所门口，有事儿。你出来，或者我进去。就是要给我看这个吗？相信了。我已经离开他了，以后这种东西不用再给我看了。可你还爱他，你爱上了一个根本不能给你幸福的人。你不是也一样吗？你爱的人也没有办法给你幸福。但我们很相似，我们都一样的孤独。
有着一样无助的过去和现在，不是吗？对。所以从最开始，我就真心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可是现在呢，一切都变了。疯了吧你？知不知道这样多危险啊？我就是疯了。我们法庭见吧。你想跟我离婚是吧？那你等我死了吧！不要再假装痴情了。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前2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吧？那个女人，才是说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女人。所以你就是相信他，也不相信我是吗？还是你跟我离婚就为了跟他在一起呢？前一阵子你们两个江边到底说了什么呀？对，就是因为他，我才要跟你离婚的。满意了吗？好的，资料我已经交给林秘书了，谢谢程律师。阮律师。你好。哎，阮律师。季东，我能耽误你2分钟时间吗？原来他开的一直都是你的车啊？可不嘛，要是他开自己车，你不一眼就看出来了。不过你不知道，童总最近的情绪特别低落。有叶家的帮忙，公司的状况应该好多了吧？看来你俩之间真的是有误会。是，确实是叶小姐帮助童氏得到了签署的投资，但是童总对于红叶的态度可一直都是始终如一的。你想想啊，如果童总答应跟红叶合作，还会被钟氏牵制的这么被动吗？你说你现在你俩关系闹的，把自己搞得那么难受，他真铁了心跟你离，你就离呗。你能别说了吗？不是，你要嫌我烦，你可以自己回自己家呀，我还烦呢。你以为我不想回家吗？我现在一回家里边，我脑子里面全是他的影子。我都替你憋屈，一边躲着你妈，一边避着叶洁白，就想跟人家阮文君在一起，人家还不要你。我就是说了一句气话，没想到他真去法院告我，想离婚是吧？想都别想。我现在才是要娶老婆的人，婚礼那天我就不要你了，反正我也不需要祝福。
你怎么知道的？每一年的今天，父亲都会买一束白玫瑰，把自己和花儿锁在书房里。母亲一个人在房间流泪，我和姐姐躲在被子里边不敢出来，怕他们吵架，一整夜都不敢睡。每一年的今天，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受难日。那是你们应得的报应。钟老，其实我刚才说这些，我是希望您可以知道，我们跟您一样，因为钟阿姨的离世而难过。这一束白玫瑰，一半是代表了父亲的心意，另一半是代表了我母亲的歉意。你保重。如果林路云不知情，你真的打算跟我合作？很遗憾，我没有让您看到我的诚意。其实我的打算并不止如此。我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将钟阿姨和父亲合葬，这可以让静姐有所安慰，让她不再说自己是个孤儿。你果然知道了。钟老，您相信血浓于水的力量吗？当我见到静姐那一天，我就觉得她跟其他人不一样。我是在法国的时候确信她的身份的，因为当时我发的寻人启事上面只有曼君一个人的照片，可是我收到的信息却只有静姐一个人的照片。若非是知情人，谁会这么做呢？静姐说的对呀，她早就藏不住了。真的好笑，我还遮遮掩掩的。钟老，我敬重你，但是你知道吗？每当静姐对我怒目相视的时候，我的心里有多痛吗？他毕竟是我亲弟弟，我觉得这一切的恩怨早该结束了。如果您真的可以接受的话，我愿意去说服我母亲，我可以把童氏还给你。我只希望您可以保留童氏的名字，这可以让失去丈夫的母亲有所安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很清醒，随时等你回复。这么说，他都告诉你了，对吗？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还以为我可以瞒天过海、滴水不漏的，结果呢？我竟然在一个娃娃面前演猴戏，我真的是白活了。我不早就跟您说过了吗？这事儿瞒不住的。您有什么时候真的听过我说的话呢？我不就是您最后一张底牌吗？该用的时候就用了，为什么要藏着呢？
景爵，老爷，你醒了。景爵呢？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不用。外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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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为什么？你为什么骗我？要不是我把你骗回来，你恐怕现在呢，被他迷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钟老，我敬重你，但是你知道吗？每当静杰对我怒目相视的时候，我的心里有多痛吗？他毕竟是我亲弟弟，我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向钟阿姨和父亲合葬，这可以让静杰有所安慰，让他不再说自己是个孤儿。可能是我真的错了。喝，今天不醉不归。来，别喝了，这边挺多的了。你们不喝我喝。不要喝了。回家我陪你喝个够。你干嘛呀？现在是下班时间，袁总。好啊，你还记得我是你老板是吧？那你就得听我的。现在跟我走。干嘛？袁总，他说他是我的老板。袁总，您这些天陪您未婚妻买钻戒、订婚纱，辛苦了，不用惦记我。哦，我忘记了，你喝酒了，给 Lisa 打电话让她来接你。Lisa 在哪儿呢？新来了，你给我回来！赶紧进去别走！我回来！你害死我了！你害得我有家不能回！赶紧进去玩夜呢！喂，多多，曼君，我好像看到刘颂了，赶紧过来！我现在过来，帮我拖住他。我已经让老林把陈琦调回来了。哎，今河以后就交给你了，他的发展全靠你了啊！不要再说我限制你，你有什么本事，你可以完全发挥出来啊！只有一条，从今以后跟同事不要有任何瓜葛。
就这最后一条，我没听太明白，什么意思？等你在金河历练完了之后，在商场上立住了脚，我就把中士全交给你。以后你跟同事，桥归桥，路归路。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您是不让我再夺回同事了，对吗？我不管你给不给童海镇做儿子，你永远都是我钟立涛的外孙，都是唯一的继承人，完全不需要跟着童卓瑶呢去争那个瘦得皮包骨的什么同事啊！我不接受，不接受。你不愿意的话，就回来留在中士，在我身边好好的学。我已经决定了，冷静一下，再告诉我。既然你们所有人都不在乎我的痛苦，不在乎我的孤独，那就让你们所有人仰视我的辉煌吧。20年，我不是想证明什么，我就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来。金河和中士，你选一个，想清楚了再来找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刘总，我要给你喝个够。坐这儿。我倒点水。刘总，再来。剪刀石头布，你输了。那静姐，你替他罚酒。喝酒10，剩我。戴静杰，他们俩在一起吗？刘宋跟戴静杰一直都在一起啊。你还听到什么了？什么都听到了。难道说戴静杰跟刘宋挪用公款的事有关？多多，多多，多多。刘宋呢？你把刘宋藏哪儿了？是不是你让刘宋挪用同事的钱？你现在除了跟我说这些屁事儿或者童卓瑶的事儿以外，已经没有别的话想跟我说。我现在需要知道刘宋在哪，请你告诉我好吗？想知道刘宋在哪儿是吧？好啊。打给童卓瑶，告诉他你已经跟我在一起了，告诉他你爱我。喂，等我跟他离完婚，我就跟你在一起。婉君，听清楚了吗？没错，我
就是因为喜欢上了他，所以才要跟你离婚的，这样够了吧？我问你啊，你们在哪儿？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对，就是因为他，我才要跟你离婚的。你猜他会不会很崩溃？我才会。现在可以告诉我刘松在哪儿了吗？你刚刚并没有告诉他你很爱我。今天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之前处处维护我，静姐去哪儿了？不是说好了吗？要一辈子做好朋友的。对不起。你也来了，你想来当面找刺激是吗？我要你亲口跟我说。你快来！你刚才在电话里面说要跟我离婚，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是吗？没错，我就要跟他在一起。你迟早都要跟别人结婚的，没有资格来管我。他还跟你说了什么？行了，别再用你的痴情掩盖你的虚伪了。你敢发誓你们对红叶一点企图都没有吗？你敢吗？你没有必要回答。没有人想知道答案。现在这儿就剩咱们2个人了，你告诉我吧，你怎么样才可以不再跟他纠缠？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刚才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何必要重复呢？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在巴黎，他早就做出了选择。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多多，你说你不爱我了，就是想要离开我是吗？我不相信。进来了，你给我回来！大姐姐，你别走！我回来！你害死我了！汉君，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去找刘颂了吗？他人呢？刘颂跟大静姐一直都在一起啊？
你还听到什么了？什么都听到了我。哎，你不是去找戴静杰了吗？戴静杰真的跟刘松在一起啊？戴静杰，同桌呀，满姐，我头好晕，检查一下。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你让我怎么说？是我什么都帮不了你，唯一能帮你做的事情就是帮你去找个人结果。结果事情弄得一团糟，我恨我自己什么都帮不了你，所以只能把你让给别人。我明明自己很难受，却要假装自己根本就不在乎你，强迫你跟我离婚。房间在那儿呢。I just wanna let you know the real me. I just wanna float in my dreams on my own, on my own. If you feel my love, you run to me. If you heard my cry, and don't you please don't let go, don't let go. I just wanna let you know the real me. I just wanna find you in my dreams on my own. Don't let go. If I could let it go, 我爱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你。我不是个好妻子。你还有什么顾虑呢？很多美好的爱情都是个错误。你知道我妈为什么拼了命也想要保住同事吗？之前我也不懂。其实之前我恨他们两个，为了公司，毁了我幸福的家庭。我曾经一度认为，他们两个就不该拥有彼此。但是后来，当我不断的面临选择，当我知道你为了我而离开的时候，我慢慢懂了。